洋洋，妈妈现在真的不能长留在管城，妈妈的工作以江城为重了，跟妈妈一起去江城生活好不好？以后江城凤家才是咱们的家。洋洋却说道，那不是我的家，是妈妈和以后小妹妹的家。我听大人说，妈妈改姓了，和小姨不是一个姓了。大人们都说，妈妈一定要生个妹妹，跟妈姓，以后就接管妈妈的公司。海玲耐心地解释，洋洋，虽然妈妈以后生的妹妹是跟妈妈姓的，但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儿子，妹妹也会是你的亲妹妹。妈妈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们是母子，是一家人。洋洋似懂非懂，妈妈也不逼你，离9月还有几个月呢？你好好想一想，若是愿意跟着妈妈和陆叔叔去江城，那妈妈就在江城那边的幼儿园帮你报名。9月份你就去江城上幼儿园，以后逢年过节以及节假日，妈妈都会带你回管城的家小住几天，跟你小姨吃饭。寒暑假的假期更长，你都可以回来住到假期结束。不是说妈妈接你去了江城，咱们在管城的家就不要了，咱们在这边的家会一直保留着，我们回来了依旧能住咱们在这边的家。洋洋问道，如果我不想跟妈妈过去呢？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你不想跟妈妈去江城，就留在管城跟着你小姨生活，但你小姨现在生了小弟弟，她要照顾小弟弟，还要工作，也很忙的。洋洋，你是妈妈生的，是妈的儿子，抚养你，供书教学都是妈的责任，不是你小姨的责任。可是小姨说了，她永远都会疼爱我的，就算她有了小弟弟，她还是会疼我的。海玲笑，妈妈不是说你小姨不疼你了，你小姨当然还会一如以往的疼你，是妈妈让你要体谅一下你小姨，因为养你是妈的责任，不是你小姨的责任。妈妈希望你能体谅你小姨，跟妈妈去江城生活。不管你小姨生几个孩子，你在她心里的位置都不变的。妈妈也是，就算妈妈以后生了2胎，你依旧是妈妈最爱的孩子。都说生了2胎后，对老大的关心要更甚，就是不能让老大觉得爸妈有了弟妹后不疼爱他们，不要他们了。可是我喜欢这里，小姨没空的时候，还有表姨呢，表姨也可以照顾我的，还有那么多叔叔、婶婶，还有我爸，我爸现在对我很好。洋洋对父亲周红林印象好了很多，周红林如今对他也是真心实意的疼爱，毕竟他只有周洋这一个孩子。陆东明听着母子俩的对话，他对妻子说道，海玲，要不就让洋洋在管城上玩幼儿园吧，等他上小学再转到江城去。洋洋打小就在管城生活，他肯定是不乐意走的，我家里人也可以照顾洋洋。陆东明的父母兄嫂们对洋洋就像对待他们陆家亲生的一样，一是洋洋这孩子的确讨人喜欢，二是想让海玲安心，他年纪小，转学过去适应得快，等他再大点就更不愿意转学了，也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适应。海玲抱着儿子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他对儿子说道，这几个月你好好想想，以后每到周末妈妈都会回来接你过去玩，让你适应一下江城的生活，暑假也在江城过。在这期间你决定了就告诉妈妈，到了9月份，如果你还是不愿意跟妈妈去江城生活，那你可以留在管城上玩幼儿园，但小学还是要去江城读。洋洋，妈妈不想老是和你分开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这几个月因为妈妈忙于工作，不得已将你托给你小姨照顾，妈妈都觉得对不起你了。洋洋懂事的点点头，妈妈，我会好好想一想的。海玲搂紧儿子，洋洋也搂住妈妈的脖子。好一会儿，洋洋抬头对海玲说道，妈妈，我想打电话给龙婷，我有弟弟了，还没有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呢。海玲笑道，人家龙婷有好几个弟弟，还有妹妹呢，我就要告诉他，每次跟他见面，他都说那是他的弟弟妹妹。小孩子也爱比较的。洋洋觉得在人数上他已经输给了龙婷，但好歹他有了弟弟，不用再羡慕龙婷当哥哥了。
不炫耀一下，他睡不好，吃不香。才怪，海童都懒得戳破外甥的谎言。吃得最香，睡得最沉的人就是他。小孩子嘛，无忧无虑的。洋洋是几大家族的宠儿，个个都疼他，他最是无忧无虑了。妈妈试试能不能联系到龙婷吧。龙婷每次打电话给小伙伴用的号码都不一样的，海玲猜测是神医老先生刻意为之。没有顾害的一个电话号码，让人无法顺着电话号码找到龙婷。海玲先联系的穆晴，穆晴接了他的电话后，先问玲姐，彤彤生了吧？我看到她发朋友圈了，恭喜她。生了，今天出院了。我替彤彤谢谢你的祝福。海童发朋友圈时，穆晴有点赞，也在朋友圈。李到了喜，更是和海童通过电话。等到宝宝满月时，穆晴夫妻俩要过来喝满月酒的，带上他那对刚会走路、说话还不利索的龙凤胎。闲聊了几句后，海玲说明打电话的目的。她笑道：洋洋想和龙婷通电话，但没有固定的点，话能够找到龙婷的，只能通过你来联系她了。你让龙婷打电话给洋洋吧。洋洋说他当哥哥了，很开心，要将这个好消息、这份快乐和好朋友分享。穆晴爽快地答应了。今天是周末，龙婷也不用上幼儿园，不过龙婷还要练功、学习医术、认草药、帮施工晒草药等，很忙。老神医很疼爱这个徒孙，管教却很严厉。龙婷做得不好，他就罚。龙婷经常被罚抄一，书抄到哭的。有一次，小家伙还趁施工睡着了，半夜3更的，收拾了2套衣服以及他心爱的玩具，然后拖着小行李箱离家出走呢。他一出门，老神医就知道了。老人家也不拦他，而是悄悄跟在小家伙的后面。药谷是在深山老林里不熟悉路线的人，大白天都不敢去，怕走不出来，遇到了野兽，丢了性命。到了晚上就更不用说了，鸟虫野兽的叫声，谱写成一点恐怖的歌曲，能吓得人灵魂出窍。龙婷是年少胆大，毕竟还是个几岁大的孩子，他走着走着就害怕了，怕遇到凶猛的野兽把他给吃了，然后他自己又灰溜溜的回家。老神医照旧当不知道，任由他回来，悄悄地回到他的小房间里，将小行李箱放好，然后倒头便睡。还是家里安全舒服。有过一次半夜离家出走被吓回家的经历后，龙婷被罚抄多少次医书，他都是老老实实的抄写，不再想着离家出走了。结束通话后，穆晴就联系了老神医，让龙婷打电话给海玲。洋洋想他了。没几分钟，海玲便接到了老神医打来的电话。大人寒暄几句后，各自便将手机给2个小家伙。洋洋，我可想死你了。龙婷在电话里诉说他对小伙伴的思念之情。我也很想你，很快就放暑假的了。放暑假你会回来吗？你回来，我就去你家里玩，然后你也来我家里玩。龙婷说道，我不知道，得看我施工安排，施工说回去，我才能回去。真想快点长大，变成大人，那样我就可以自己出门了。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大人限制着他的自由。我也想快点长大。海玲和陆东明交换一下视线，她去推来了轮椅，对丈夫说道，让梁小芝慢慢煲电话粥，我推你出去走一走。我们还是明天再回江城吧。海玲说道。陆东明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。他们是夫妻，公不离婆，秤不离砣。海玲推着丈夫出去，还不忘提醒儿子，洋洋，你和龙婷通完电话，手机就拿出去给妈妈。妈妈推你陆叔叔出去走一走。好。洋洋应了一声，头都不扭动一下，兴奋地对龙婷说道，龙婷，我当哥哥了，小姨给我生了个小弟弟。小弟弟刚出生的时候一点都不可爱，有点丑，现在不丑了，长得可爱了。这是我的弟弟，我也是当哥哥的人了。龙婷哦了一声，
她上次回风尘山庄时，就听穆妈妈说过海阿姨肚里有小宝宝，那么长时间了，小宝宝是该出生的了。我弟弟和妹妹都会走路了，也会叫我哥哥啦。你小弟弟才出生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叫你哥哥呢。他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就被龙庭一盆冷水浇灭了。穆晴的龙凤胎百天时，海彤发现自己怀孕，战印当时就火急火燎带着她回管城。现在海彤的孩子出生了，叶瑶和君言这对兄妹俩便1岁过了，会走路，会喊哥哥也很正常。哑了哑口后，洋洋才说道：“我弟弟也会说话，以后也会叫我哥哥的，他会长大的，我们也会长大。”还记得他刚认识龙庭时才2、3岁，现在他都5岁了，也长高了不少。龙庭，我妈妈要带我去江城读书，我不想去，怎么办？洋洋觉得在炫耀弟妹这件事上，他始终比不过龙庭，便换了一个话题。小兄弟俩也很多话说的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，他们都会说。龙庭问：江城是哪里？那边不好玩吗？你妈妈为什么要带你去那边读书？我妈妈说她的工作在江城，她长期留在那边上班，不想与我分开，就要带我过去读书，可是我舍不得小姨。龙庭满不在乎的道：这有什么？我也是舍不得我穆妈妈和叶叔叔的，还不是被我师公带来这边读书了。我连这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大人都不告诉他。龙庭想不明白，他都在这里生活了几年，也上幼儿园了，师公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他，他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？他上幼儿园要去很远的地方读的，反正要坐私人飞机去。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都是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轮流过来，开着他们的私人直升飞机送他去上幼儿园。洋洋，你就算转学，但你的妈妈还在你身边。我的妈妈不在身边的，师公天天罚我过，要我晒草药，跟着去种草，采药还要背医书，做不好，师公就罚我抄医书，天天也要练功，不能偷懒。就算要上幼儿园，在出门前也得练功，傍晚回来又要练功。当然了，他天天被逼着练功，得到的结果就是洋洋一直打不过他，输给他。在幼儿园里也没有人敢欺负他，有小朋友抢他的玩具，想推倒他时，他反手一推，那个小朋友就能跌出老远。多少人想打他，最后都被他推倒在地上哇哇哭。现在他在小朋友当中是称王称霸的，小朋友们都听他的话。洋洋，我很羡慕你。洋洋笑，我也很羡慕你。龙庭也有很多叔叔阿姨的，人人都疼爱龙庭。洋洋羡慕龙庭总是比他厉害，羡慕龙庭有好几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妹妹。人呀，就是这样，你觉得我好，我觉得你好，殊不知自己觉得不好的，也会是别人羡慕渴望想拥有的。暑假你回来，记得打电话给我小姨，我让小姨带我去找你玩，到时候带上我的小弟弟，让你看看我小弟弟真的很可爱。他不像你弟弟那样爱哭，他很乖的。某位吃饱就睡，睡醒就吃的宝宝，说到大。表哥话不能说的太满的，弟弟会让你打脸的。都不用1个月，洋洋就会发现他的小弟弟也很爱哭，一点都不乖。好，我弟弟爱哭，但妹妹很乖。上次我回去，妹妹老是叫我哥哥，我太喜欢妹妹了。小伙伴老是拿他妹妹说事，这天都快聊不下去了。